乌军再度获得突破，夺回第8个村庄，全歼一支俄军特种营，包括副指挥官在内的300余名士兵全部阵亡。为了弥补前线缺少的兵力，俄罗斯开始抓捕新移民，并给出2个选择，要么进监狱，要么上战场。与此同时，法国宣布已经向乌克兰交付 SAMPT 防空系统，将与爱国者防空系统争锋，不知效果能否超过爱国者。近期，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在发动反攻以来，乌军已经收复了扎波罗热第8个定居点皮亚季哈特基村。在此次进攻行动中，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团和第2独立步兵大队全歼了俄军风暴奥塞梯营，包括副指挥官在内的300余名士兵全部阵亡。此次解放的定居点位于扎波罗热南部战线的西段，从侧面也说明了乌军在战线的每一处都实现了突破，只是速度比较缓慢。此次被乌军全歼的风暴奥塞梯营是俄军王牌部队第58集团军的特种部队，曾参与2008年俄戈战争，并在战争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如今乌克兰也算是为格鲁吉亚出了一口气。不过在火力军看来，乌军不仅仅是想全歼这支特种部队，而是想要吃掉整个第58集团军。相较于其他只有几千人的集团军，这支部队可是有7万兵力。如今部署在扎波罗热前线是俄军的绝对精锐，但火力军有一点不明白，明明是一支精锐，但装备却只有 T54、T62 这类的苏式装备。从这一点来想象俄军其他部队，估计装备更不咋样了吧。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成为乌军反攻的最大障碍，很佩服他们死战到底的精神，却很难认同他们为谁而战的实际意义。根据俄军报道，此次乌军进攻皮亚季哈特基村采用了包抄围困战术，利用豹2、M2 等先进装备进行突击，在经过3天3夜的战斗之后，最终全歼俄军风暴奥塞梯营，其营长、副营长分散突围被击毙，同时也意味着西路乌军在俄军58集团军的侧翼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失掉俄58集团军主力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正如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所说，留给第58集团军的时间不多了。毕竟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缺少纵深防御，后面是亚速海，东面与西面的后勤路线都处于乌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夺回第8个定居点是乌军近期所取得的又一个突破。不过从整体局势上来看，在反攻发起2周后，乌军陷入了停滞。虽然已经收复了1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解放了8个定居点，但俄军仍旧控制了 8.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乌军也仅仅突破了俄军的第1道防线，后面还有2个更加坚固的防线。不过此次乌军反攻更像是在敲坚果，以几个旅的兵力寻找俄军薄弱处，在打开缺口以后，大规模反攻行动才会开始。这也是为何外界觉得乌军在反攻行动的开始阶段会比较困难，而且反攻行动也将持续数月时间。只是外界有点低估了俄军防线。俄罗斯在意识到无法迅速取得胜利之后，投入了大量时间与资源来建立防线。目前对于乌军反攻的最大障碍应该是俄军布置的地雷海洋。为了能进行突破，乌军已经损失了不少扫雷装备，而近期取得的进展也是在俄军拥有炮兵优势和空中优势的前提下完成的。第47机械化旅的遭遇已经证实，如果不能在雷区顺利打开通道，一旦陷入其中，乌军就很容易遭到俄军炮兵、航空兵的打击，尤其是俄军武装直升机。当然，俄军也付出了 K52 等武装直升机不断被击落的代价，而且乌军的实际损失也没有俄罗斯宣传的那么大。再加上可以持续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无论是豹2还是 M2 都证明了在安全性方面还是要比苏制坦克要强的。因为大多数遭遇攻击后被摧毁或遗弃的装备，车组人员都活下来了。目前乌军仍在继续排雷工作，并不断寻找防线弱点，而且乌军还未出动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西方装备将交付乌军，还有越来越多的受训士兵回到乌克兰，而俄罗斯可没有途径进行快速补充，无论是人员还是武器装备，亦或是其他可使用的军用零件。乌军下个目标应该会继续选择南下夺回西里夫卡，然后就能迂回南下直取托克马克，同时还能策应赫尔松乌军进行登陆。这种局面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不利，需要紧急从赫尔松抽调部队，准备死守把西里夫卡。
同时还对亚特哈特基进行了反击，但被乌军击退。现在的乌克兰选择稳扎稳打，即便没有制空权的保护，但不影响一步步向前推进，只是速度慢了点而已。而目前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兵员、武器、指挥官等，这一点普丁也承认，尤其是远程导弹、无人机以及坦克之类的。但目前来说，短时间内俄罗斯没有能力解决，但兵员问题似乎还有机会，比如那些新加入俄罗斯的公民。俄军前线最大问题除了武器装备就是兵员这方面了，就连不断相互攻击的瓦格纳与俄军方在这方面都有共识，都觉得克里姆林宫应该再度签署动员令，甚至是全国总动员。只有依靠绝对的兵力优势，俄军才能弥补在武器、军官以及指挥系统方面的劣势。但克里姆林宫一直都没有下令，在去年部分动员后就再也没有新动作。但俄罗斯采用了另一种极端方式，此前让囚犯兵上战场充当炮灰，如今又盯上了那些刚刚获得俄罗斯国籍的新移民。目前俄罗斯正在国内抓捕新移民，并对其进行各类子虚乌有的指控。当然，让这些人进监狱不是目的，俄罗斯给了他们2个选择，要么选择牢狱之灾，要么选择上前线。之所以先对其进行指控，应该是为了规避俄罗斯新移民在一定年限内不用服兵役的规定。加入俄罗斯国家的新移民基本都是来自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地区，因为已经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原属国家也没义务为其提供帮助，谁让他们选择加入俄罗斯呢？你说是吧？来说点战场的最新消息吧。不愿意爱国者一家独大，法国宣布 SAMPT 防空系统已交付乌克兰，并准备投入使用。在今年2月份，意大利对乌克兰的第6批军援中宣布提供 SAMPT 防空系统，并为其采购700枚配套的紫苑30防空导弹。此前，欧洲各国防空反导系统主要依赖于美国，所装备的海麻雀、标准等均为美国制造。为了尽早实现欧洲防空反导自主化，法国、意大利联合组建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发出 SAMPT 防空系统，是一款陆基机动防空系统，主要用于中程地面防空。拦截对象包括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喷气式飞机以及无人机等空中威胁。SAMPT 防空系统设计特点包括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相当的灵活性，有利于进行空运。为了满足性能要求，还采用了多项新计划，并为寿命期内的系统改进留下发展余地。外界认为 SAMPT 防空系统在性能方面丝毫不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已经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新加坡服役。一套完整的 SAMPT 防空系统包括指挥控制单元、一部阿拉贝尔多功能雷达、一部斑马天定雷达以及6个发射器，其中发射器可以部署在10公里范围内，每个发射器可以装载8枚导弹，并且还有运输车辆跟随。SAMPT 防空系统可以打击150公里范围内、25公里高度以下的各类飞行器，拦截25公里范围内的弹道导弹。相较于爱国者防空系统， SAMPT 防空系统大幅提升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其中紫苑30导弹是这套防空系统的核心，是一款2级中程导弹，采用垂直发射，并配备了 PIF、PAF 机动系统，采用常规布局的巨能杀伤高爆破片战斗部，配以无线电近炸引信。紫苑30采用了复合制导方式，包括中段惯性制导以及末端 J 波段主动雷达寻地。基本型紫苑30防空导弹面对3000米高空飞行目标的最大拦截距离为100公里，对低空飞行目标的最大拦截距离为50公里。升级型紫苑30 Block 1装备了改进型道樱桃引信信息处理系统袭击定向爆破战斗部，主要针对陆基短程弹道导弹，可拦截射程600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第二个升级型为紫苑30 Block 2，可以拦截3000公里弹道导弹，最大拦截距离也提升到了150公里。不过 SAMPT 与爱国者相比就是缺乏实战考虑，毕竟爱国者已经在沙特等国有出色表现，如今 SAMPT 也将在乌克兰战场迎来首秀，不知道能否证明自己的实力。另外，欧洲还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将覆盖乌克兰当前支持以及之后的重建项目。随着先进防空系统的加入，再加上欧洲500亿欧元的支持，都说明了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逐渐增加。对于乌克兰来说， SAMPT 的援助意味着欧洲军援力度超过美国。
毕竟这款防空系统可是欧洲最先进的，而美国并未提供自用最先进的。再加上 SMPT 防空系统还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这也是乌克兰最需要的装备之一。毕竟拦截弹道导弹一直都是乌军防御薄弱点。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乌克兰拥有着欧洲第2规模的防空部队，包括第8独立集团军、第29军与第60军，拥有100余个营级编制，拥有 S75M3、S125M-M1、S300V1、S200VM、S300PTPS 以及山毛榉等防空系统。但到了这2年，退的退，废的废。开战之初，仅剩下不到30个 S300PTPS 防空营，如今更是不剩什么了。随着战事的发展，乌克兰的防空部队也迎来了涅槃重生，全面实现北约化。单兵防空系统由美国毒刺、英国星光、波兰闪电以及法国西北风等。近程防空系统拥有猎豹、Skynex 自行高炮响尾蛇以及复仇者等。中远程防空系统拥有爱国者、SMPT、NASAMS、IRIST、SLM 以及霍克等。此外，斯洛伐克与波兰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少量 S300PMU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与 W125SC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铁穹防空系统，可谓是积累了目前世界主流防空。如今美国再度增加援助，金额达到20亿美元。此次援助重点依旧是防空方面，将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发放，允许美国政府直接从供应商采购武器，无需从美国国防部库存中存取，包括爱国者3防空系统与制导增程型导弹这2款防空系统，在对抗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飞行器等方面拥有不错的性能，将有力提升乌克兰的防空实力，助力乌军大反攻。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